第268章暴涨的契合度。浑身大汗淋漓地坐在地面之上，萧炎剧烈地喘了几口粗气，袖袍擦去额头上的汗渍，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么对视了几分钟，竟然比自己与大斗师大战了一场还要让人疲惫。不过还好，那美杜莎女王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力量弱了许多，不然的话，今天恐怕萧炎真的会被她直接给宰了。心有余悸地吐了一口气，萧炎缓缓地站起身来，移动的目光忽然停顿在了那犹如一条火蛇一般不断沿着身体上下飞舞的青色火焰之上，顿时愣了愣，旋即嘴巴微微地张了开来。这条青色火焰长鞭，先前萧炎在闪退之时随手一拉，便是将之制造了出来，那般轻松的模样，似乎并没有让得他费多大的精力。在火焰长鞭被拉出之后，他便是脱离了萧炎的手掌，然后自动地沿着萧炎身体旋转，那股态势宛如是具有灵性的护主神物一般。双眼愣愣地望着那盘旋在周身的青色火焰长鞭，萧炎嘴角微微抽搐。虽说经过这20多天的训练，他对青莲地心火的控制程度熟练了不少，可他心中清楚，凭自己那点控火能力，想要把前者控制的这般如自己手臂般的灵活，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出现在面前的现实，却是让得他在狂喜之余满头雾水。愣了一会，萧炎缓缓地回过神来，伸出手掌，轻轻地触摸着那盘旋的青色火焰长鞭，手掌初一接触到青色火焰，后者便是极为听话地化为一簇青色火焰，粘附在了萧炎手指之上，微微翻腾。食指彼此点动，然后逐渐拉开，顿时10道细小的青色火焰线条便是被拉伸了出来。双掌舞动，手掌上的青莲地心火时而升腾，时而下窜，那般灵活的模样，比起前几天萧炎炼制丹药时不知道强上了多少。究竟怎么回事？望着那随着心念转动间不断化为各种形状的青莲地心火，萧炎脸庞上的错愕原来越浓郁。在控制着后者之时，他分明地感觉到青莲地心火对自己的亲密度较之以前明显是猛然暴增了好几倍，而以前那股隐隐存在的抗拒之感也是悄无声息地减弱了许多。皱着眉头沉吟了许久，萧炎心头忽然一动，低声喃喃道：难道是因为那地火莲子的因故？心中闪过这一念头，倒是让的萧炎略微有些明悟了起来。地火莲子与青莲地心火同出一体，如今自己将地火莲子的精华能量吸收进入体内，倒是在误打误撞间使得自己身体与青莲地心火的契合度越来越完美了起来。随着这般分析，萧炎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了开来，一抹欣喜浮现脸庞。他没想到服用了地火莲子竟然还有如此意外的奇效，这骤然提升的契合度简直是比将伤势完全修复还要让的萧炎兴奋。毕竟伤势迟早都能痊愈，可这身体与青莲地心火的契合度却唯有依靠着时间的磨合方才能够缓慢地提升上去。所以这般比较，两者谁更珍惜与实用，一看便知。脸庞上带着许些喜意，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食指上的青色火焰，火焰微微蠕动，片刻后竟然是在指尖处凝聚成了10条顶端部位极其尖锐的火刺。由于压缩使然，这10条火刺上所蕴含的破坏力无疑颇为强烈。屈指轻弹，10条尖锐火刺猛然爆射而出，炽热的劲气在他们身体之外形成了一圈细小的青色光膜。在这些火刺即将射中墙壁之时，萧炎手指微弯，顿时那爆射而出的火刺便是犹如受到了牵引一般，猛地调转头来，原路返回地对着萧炎射来。微笑着望着那些回射而来的青色火刺，萧炎手指平探而出，而那10条火刺则是径直地射进了萧炎手指之内。手掌上的青色火焰缓缓消散，萧炎望着那没有丝毫伤痕的手掌，惊叹地点了点头。以他以前对青莲地心火的操控，明显不可能达到将之释放出去后然后又再度收回来的地步。而如今在吸收了地火莲子后，萧炎对于异火的操控度已经能够让得他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控火动作。每一簇青莲地心火都需要萧炎动用不菲的斗气，才能从气旋之中的纳灵内将之调动出来。若是这些异火在激射出去之后便是不再回来，那无疑是一种极为浪费的奢侈举动。
若是在战斗之时，这种挥霍可是在对自己生命不负责，所以如今竟然能够自如回收发射出去的异火，萧炎自然是在心中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再度把玩了一下那变得极为乖觉的青莲地心火，萧炎这才缓缓地将之全部收进体内，手掌对着悬浮在半空上的青莲做一招，顿时后者化为一道青芒，飙射进了那界之中。将东西收好，萧炎伸了一个懒腰，浑身骨头在互相碰撞间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舒畅而力量充盈的感觉让得萧炎舒畅地吐了一口气，紧握的双拳狠狠地挥击而出，拳掌翻转间倒也是虎虎生风，颇有一番不俗的架势。感受着肌肉绷紧间乍然爆发出的那股恐怖劲力，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这次的重伤让得自己吃尽了苦头，可不管如何，现在的这具身体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绝对将会超过受伤之前，这般看来此次受伤倒也是不亏了。立在原地，萧炎微闭着眼眸，心神沉入体内，飞速地巡视了一圈，然后睁开眼来，拳头微握，轻笑道：经过地火莲子的那般灌注，想必现在应该已经具备6星斗师的实力了吧。欣慰地笑了笑，萧炎缓缓走向床榻之旁，望着那盘在被子上的吞天蟒，嘴中发出一阵嘿嘿笑声。望着那缓缓走来的萧炎，吞天蟒淡紫的蛇瞳盯了他笑脸一眼，旋即不再理会，偏过头来将身体软绵绵地躺在柔软的床榻上。显然先前萧炎那般突如其来的灌注能量的举动，让得初具灵智的吞天蟒心中略微有些愤愤。瞧得那犹如小孩赌气一般的吞天蟒，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伸出手来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身体，瞧得依然没有反应后，只得苦笑着从那戒中取出一瓶紫金元，然后打开瓶盖，一股略带着淡淡香味的炽热气息缓缓地冒腾了出来。紫金元刚刚拿出那戒，那软绵绵趴在床榻上的吞天蟒便是猛地立起了身子，转过头来瞧得萧炎那笑眯眯的脸庞，再瞥了一眼那冒腾着淡紫烟雾的紫金元，蛇瞳中掠过一抹渴望，迟疑了半晌后，实在是忍耐不住心中的馋意，甩动着尾巴快速地游至萧炎面前，蛇信吐缩着发出嘶嘶声响。笑眯眯地将瓶子一下，吞天蟒尾巴一甩，身体化为一抹光影，闪电般地出现在了瓶子之前，脑袋一探，蛇信直接伸进瓶中，贪婪地吸取着。由于这一次有心想要消除小家伙心中的怨气，所以萧炎也并未阻止他这般贪婪的吸收，只是望着那在瓶中缓缓下移的紫金元，脸庞上闪过一抹肉痛。当瓶中的紫金元被吞天蟒吞噬了将近1/10的量时，他终于是停止了继续吸取，脑袋略微有些迷糊的从瓶口处扯了下来，淡紫的蛇瞳中竟然闪过一抹醉意。望着那摇摆着脑袋打着晃的吞天蟒，萧炎苦笑着的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将紫金元收好，手掌抚摸着他那略微有些滚烫起来的身子，无奈的道：小家伙，现在该满意了吧？吃人嘴短，这一次吞天蟒倒是并未再躲避萧炎，甩了甩修长的脖子，蛇瞳中忽然涌上一股紫芒，蛇嘴一张，砰的一声闷响，一道紫色火焰猛地从其嘴中爆吐而出，汹涌的火焰转瞬间便将房顶上的木梁烧成了一堆漆黑的木炭。缓缓抬起头，望着那发出咔嚓声响的漆黑木炭柱，萧炎嘴角微微抽搐着，片刻后低下头，望着那犹如打嗝一般不断从嘴中喷出一簇簇火苗的吞天蟒，萧炎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这家伙真当紫金元能够胡乱吃的吗？其中那浓郁的令人发指的紫火能量，可是能够轻易地汇聚成杀伤力不弱的紫火呀！那东西即使是当初的云芝也忌惮不已啊！无奈地望着那犹如嬉戏一般偶尔喷一簇火苗出来的吞天蟒，萧炎叹了一口气，刚欲起身收拾狼藉的房间，身体忽然凝顿，目光紧紧地望着那些紫色火焰，一道念头悄悄从心底深处冒腾了出来。若是使用这些紫金元所制造出来的紫火来与青莲地心火相融合，最后弄出来的佛怒火莲威力即使比不上正版，想必也应该不弱吧。而且以我现在的实力，想必也能够控制吧。手掌缓缓地摩挲着下巴，萧炎低声喃喃道。